雅萬高鐵最近傳來了好消息，真沒想到印尼總統普拉博沃的魅力這麼大。11月4日，雅加達新丹納阿邦車站啟動儀式上，他一開口就把東南亞這條首條高鐵推上了全球熱搜，不僅要把雅萬高鐵從泗水接着修到爪哇島最東端的巴紐旺宜搞成一條貫穿全島的1000公里高鐵線，更是放話雅萬高鐵的債務我全扛了。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11月4日的雅加達新丹納阿邦車站啟動儀式上，印尼總統普拉博沃的一則宣布，讓東南亞首條高鐵雅萬高鐵再度成為全球焦點。他明確表示，印尼政府計劃將雅萬高鐵延伸線從泗水進一步推進至爪哇島最東端的巴紐旺宜，最終實現全島約1000公里的高鐵貫通。更令人矚目的是，面對外界對項目債務的疑慮，普拉博沃以罕見的強硬姿態作出承諾，政府將全額承擔債務償還責任，用國家實力為這一戰略項目保駕護航。我將全面承擔雅萬高鐵的責任。在回答記者關於債務可持續性的提問時，普拉博沃的表態掷地有聲。他清晰地列出了關鍵數據：政府每年將承擔約 1.2 萬億印尼盾，約合7200萬美元的債務償付。在他看來，這筆支出與項目帶來的社會、經濟和環保效益相比，完全不值一提。減少交通擁堵，降低空氣污染，縮短出行時間。普拉博沃細數着雅萬高鐵的價值，更強調其作為印尼邁向現代化交通體系的象徵意義，是國家發展進程中不可或缺的戰略投資。為了消解公眾對財政壓力的擔憂，普拉博沃亮出了底氣，打擊腐敗節省的資金成為債務償還的重要保障。那些以前被貪污的錢，我節約下來，不再給他們機會。他直言不諱地表示，政府通過嚴控預算濫用、重拳整治腐敗，已儲備了充足的償付能力，絕不會讓項目給國家預算造成負擔。這種刮骨療毒式的財政優化思路，讓他的債務承諾更具說服力。在普拉博沃的戰略藍圖中，雅萬高鐵的價值遠不止於交通本身。他特別強調，這一由中國鐵路公司與印尼國有企業聯合體共同建設的項目，是兩國合作的核心象徵。更重要的是，通過合作，印尼成功實現了現代高鐵技術的轉移，為本土鐵路行業的升級奠定了堅實基礎。我們正處於最佳實踐的前沿。談及技術突破，普拉博沃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而此次規劃的全島貫通工程更將串聯起爪哇島主要經濟走廊，為區域協同發展注入強勁動力。不過，普拉博沃的堅定立場並沒有完全平息爭議，幾乎在他表態的同一時間，印尼國會議長普普安就提出了不同看法，明確表示國會將與政府展開專項討論，徹底釐清雅萬高鐵的債務細節。普普安強調，國會將要求政府詳細說明財政狀況、決策依據，尤其是要追溯前一屆政府的項目決策過程。核心目標是避免國家陷入長期虧損的局面。這種審慎態度並非無的放矢，此前就有印尼前官員質疑項目造價過高，要求展開調查，讓債務問題更顯敏感。事實上，雙方的分歧本質上是對公共項目價值的不同考量。普拉博沃始終強調，雅萬高鐵應被視為公共服務義務的一部分。全世界的公共交通都不是為了盈利，而是為了人民的便利與社會效益。這一觀點直接回應了項目盈利性不足的批評。他甚至要求印尼國家鐵路公司無需糾結於債務問題，政府會全力保障運營穩定。而國會的擔憂則更多聚焦於財政風險的防控。畢竟，作為東南亞首個高鐵項目，其長期運營的不確定性仍需警惕。目前，印尼國家鐵路公司已將項目相關事務移交至國有企業控股管理機構達南塔拉，為後續的政企協同管理鋪路。
從2023年正式運營到如今規劃全島貫通，雅萬高鐵的每一步推進都伴隨着期待與爭議。普拉博沃的責任擔當與國會的風險防控共同構成了印尼對這一戰略項目的理性審視。作為中印尼合作的標杆工程，雅萬高鐵的延伸與可持續運營不僅考驗着印尼的國家治理能力，更將為區域基礎設施合作提供寶貴經驗。當印尼用國家信用為高鐵背書，這場關於交通革命與經濟升級的豪賭，正書寫着新興經濟體現代化進程的獨特篇章。雅萬高鐵帕達拉朗站旁，商販安娜正忙着給遊客打包沙爹。2年前這裡全是稻田，現在我每天能賺以前種地1周的錢。小編覺得安娜的話比任何數據都更直觀地詮釋着這條運營2周年的高鐵給印尼帶來的深刻改變。截止雅萬高鐵2周年，這條鋼鐵動脈已累計發送旅客超1200萬人次，相當於爪哇島近5%人口曾搭乘出行。動車組安全運行里程突破565萬公里，足以繞赤道141圈。單日最高發行量達2.67萬人次，堪比一座小鎮的集體遷徙。但真正動人的是數據背後那些關於日常的真切改變。46分鐘能創造的價值遠比想象中更豐富。時間回到高鐵開通前，雅加達與萬隆之間曾是橫亘在人們面前的時間天堑。據做服裝貿易的薩普托回憶，以前談生意要凌晨4點起床，堵在路上5小時是常事兒，談完還得連夜趕回。貨運司機阿卜杜拉也深有感觸，普速鐵路運力有限，他開卡車送貨經常要熬通宵。彼時2座城市的人員往來與貨物運輸都被漫長路途牢牢束縛。2023年10月17日，這道天堑被徹底打破。46分鐘便是雅萬高鐵給出的全新答案。如今薩普托的工作節奏已然改寫，早餐後出門刷票進站上車一氣呵成，9點便能準時坐在萬隆客戶的辦公室裡。從雅加達站台到萬隆咖啡館全程不足1小時，剛點好的當地特色糕點還帶着新鮮出爐的餘溫。這種改變不僅體現在速度，更體現在穩。超95%的準點率讓印尼人徹底告別了堵車焦慮。高峰時期，高鐵單日開行數量從初期的14列增至62列，席位從8400個擴容至3.7萬個，依舊座無虛席。更重要的是，高鐵分流了大量客運需求，曾經擁堵不堪的高速公路通行效率顯著提升，普速鐵路也得以騰出運力專攻貨運。阿卜杜拉的送貨時間直接減半。最令人驚喜的是高鐵經濟圈的加速崛起。沿着線路向西，萬隆的德卡羅爾站與帕達拉朗站周邊的變化最為直觀。2年前還是大片荒地與稻田的區域，如今已布滿小吃店、零售店和旅遊服務點。中小微企業扎堆入駐，熱鬧非凡。像安娜這樣的當地居民放下鋤頭，轉型成為店主、服務員，家門口的就業機會讓收入翻了2-3倍，幸福笑容常掛臉龐。作為東南亞首條高鐵，本地化採購率超75%，從建築材料到核心設備，大量印尼本土企業深度參與其中，在合作中掌握了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在雅加達的一處機車維修廠，28歲的技師李茲萬自豪地說，以前只會修普速火車，現在高鐵維護我能獨立完成，還去中國接受了專業培訓。據統計，2年來項目累計培養印尼專業人才超4.5萬人次，涵蓋焊接、調度、運維等多個領域。如今高鐵駕駛、調度等關鍵崗位已全部由印尼員工擔當主力。對普通民眾而言，幸福藏在生活的細微之處。車廂裡有陪孩子閱讀繪本的母親，有利用通勤時間處理工作的白領，也有舉着手機拍攝沿途火山茶園風光的遊客。麗娜阿姨分享到，以前帶孫子去雅加達玩，路上要耗大半天，孩子哭鬧不止，現在40多分鐘就能到達，周末就能來一場輕鬆的短途遊。2年來，有超過50萬人次的外國遊客搭乘雅萬高鐵，在雅加達感受都市繁華，到萬隆邂逅火山與茶園的靜謐。高鐵加旅遊的模式讓印尼的旅遊資源被更多人看見，也為當地旅遊業注入了持續活力。
從一條線到一張網，從連接兩座城到貫通一座島，雅萬高鐵早已超越了交通線路的本身意義。它是中印尼合作的典範，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鮮活樣板，更是印尼民眾生活幸福感的重要來源。這條飛馳的鋼鐵動脈，還將在東南亞的土地上繼續書寫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奇蹟篇章。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